还真是陈文锦。佳怡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什么时候从塔木托里出来了？还是说，这味道好熟悉啊！和霍林身上的味道一样吗？这种味道意味着不久之后，我也会开始变化，我的身体会省略死亡这个步骤，直接从活人变成怪物。他也变异了，然后到了这里。走吧。果然，黑色的棺材也在。果然，哎，你早知道这有块棺材。这里和格尔木疗养院果然一模一样。哎，金真，你不要命了？那没准又是一个禁婆。哎。跟禁婆聊起来了。或者说，我是谁？目前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，不存在，你已经死了。不信！天辰。这禁婆怎么长得跟你一样啊？而且嗖一下就没了。我究竟是谁？这地方不对劲儿，咱们赶快走吧。走。这个房间我也来过，我就在和这一模一样的房间里面找到了陈文锦的笔记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陈文锦写了2本笔记，还分上下册呢？我不知道你是3个人中的哪一个。无论你是谁，当你来到这里发现笔记的时候，相信你已经牵涉其中。内容一样吗？其实格尔木疗养院是按照这里的结构建造的，也没理由连笔记本上的字迹都一模一样啊，这根本解释不通啊。那你想想，咱们这一路走过来，有多少事儿解释得通啊？有人！自己人！黑眼镜。你们果然在这儿。哟，花爷也来了，今儿人够齐的呀。我们跟着吴邪下来救你们，他自己先下来了，我比较担心他，所以也下来了。我一直用对讲机呼叫你们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就是因为没有听到，所以才下来找你。我们按照你的定位找过来，又按照小哥的标记来到这儿，没想到你们真在这儿。不过，咱们今天怎么出去啊？
他们认识我的标记。我没告诉过他们。标记只有一个人能知道吗？行了，不开玩笑了，说点正事吧。裘德考那个老家伙，他终于招了。他要找的那个东西，在一口黑色的棺材里。难道这个老头一直在坑我？愣是给我灌什么迷魂汤，让我一个人下来？他到底图什么呀？你管他图什么呢？小哥胖子找着了，咱们把外面东西一拿，回去跟裘德考交代，一拍两散，一别两宽。那东西就在外面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就是这棺材里的东西，让裘德考找了好几十年。那就打开看看呗。好东西得咱先验验，别傻乎乎的给人送出去。哎，天真，你可别动啊！你开棺一定会出问题。来吧，哥几个，搭把手。天真，你猜这棺材里装的什么呀？该不会是青铜狐狸面具吧？聪明，哎，就是当年咱们在七星鲁王宫，在墓里铁面生戴的那个狐狸面具。这裘德考搞了半天就找这个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跟长生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当年带着他，我就产生了幻觉，我差点杀了你，你也差点杀了我。放下！来，看看我长生了没有？快支下来！快把小花面具摘掉！得令。青铜狐狸面具，没想到里面真的出现了这个面具。你是说，咱们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？果然是幻境。哎，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幻境的？从小花和黑眼睛出现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在幻境里面了。试了这么多方法都行不了，小哥，要不然试试童话里那招吧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不行。哎，我说吴邪，你干嘛呢？别天真了啊！不是幻觉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狼狈的样子，所以肯定不是幻觉。
你要再晚来2天，我们哥俩可真成幻觉了。我明白了，张家鼓楼根本不能从上面进去，这才是真正的入口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鼓楼？什么入口啊？哎，你下来的时候没看见吗？就在湖底，有一座汉式鼓楼，上面写着“张家楼主”。哎，不过里面全是青铜铃的。我一进去之后就陷入幻境里了，差点死在里面呢。你怎么越说越糊涂了？哦，你说这湖里边有个鼓楼啊？对啊，小花秀秀找到一张张大佛爷的地图，地图上标记了所有张家鼓楼的位置，这就是其中一个。哦，哎，小哥，原来这是你老家呀？啊，哎，那你看看这有印象吗？有没有唤起你童年的回忆呀？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真的没看见鼓楼吗？完全没有。那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，这事情呢是这样的，等你的时候呢，我跟小哥就闲着没事儿，就到湖底呢去搜那个考察队的破烂，捞着捞着呢，这小哥就饿，非要吃鱼。你也知道，胖爷我心眼好啊，我就下去给他钓鱼，钓着钓着呢，遇到了红溪。我这一睁眼就到这儿了。所以你们是掉下来的？啊！哎，你这些装备不错呀！啊，谁给的？哇塞，你们也太无比奇妙了吧！没想到我们离开这段时间，上面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哎，那你这一失踪，那裘德考会派人找你吧？他们要是下来的话，会先看到张家鼓楼，不出意外，他们就会直接进去，然后在里面遇到六角铜铃阵。然后跟我刚才一样，也会困死在里面。秦岭的六角铜铃啊！嚯，那可是完美的防御机制啊！你说的张家鼓楼，什么样？全貌我不太清楚，只有最上面2层在湖里，大概是汉式鼓楼的样子。不过剩下的部分，估计都埋在湖底了。湖在山顶，张家鼓楼在湖底，那么这主体应该在山体里呀。所以我推测，要进入张家鼓楼，必须通过虹溪，从山体进去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个张家鼓楼设计得这么精妙。虹溪？你是说，这里能进张家鼓楼？不然呢？不能。不能。我跟小哥在这待了这么久，如果这虹溪能进去的话，我俩早就进去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也是死路一条？还不如死路呢。这死路啊，起码有个入口。这里啊，就只有这么一个活水口。那你的娃娃鱼是怎么放出来的？就从这个活水口里啊。哎，这不是小哥旧宅里找到的铁块吗？你说这玩意儿，刚才忘了跟你说了，我跟小哥已经研究出来了。造这个甬道的人啊，在这个墙体里设置了可以喷射腐蚀性气体的机关。这铁块啊，是用来堵喷眼的。这么说来，就算从铃铛阵里逃出来，被虹吸卷到这里，碰到这些机关，还是死路一条。哎，我说小哥，你们老张家到底在地底下藏了什么宝贝啊？设这么多机关。这可是你家啊，好好想想。
这么善良的人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？当然有这个必要，做戏就要做全套，这才是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我不是演员，我是歌手。你装备带的够全的呀，还有信号枪。你们就没想过把这活水口撬开吗？哎呀，别做梦了，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想过了。这是花岗石，除非有液压机，用人力啊，根本撬不开。那这甬道里都是这种石头吗？客厅里不是。客厅？我们哥俩是在玄关里等你，客厅啊，在那儿呢。怎么样，天真？好歹暖和点了吧？啊，天真，你的到来非常有意义，最大的意义就是，终于有人陪胖爷我说话了。你也知道啊，小哥一天说不了3句话，都快憋死我了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些是翡翠吗？至少是玻璃种的。我刚来那会儿啊，我觉得我捡了一个大漏，这么大个玉矿，哎，胖爷我从此富可敌国了。2环1里，3套4合院，你一套，小哥一套，我一套，把云彩接到北京来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有钱。我说你少说2句会死啊！嗯，什么声音？哎呀，没声音，你听错了。过来，过来，你坐下，这儿暖和，慢慢听我说。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想了各种花钱的方法，可是这么大一个玉库，看得见，搬不走啊！我这心里难以造化，自叹命薄呀！你就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咱们现在应该想想到底该怎么办。这个地方是人工修建的，说明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密闭空间，否则那些人根本进不来。哎，这下面好像有刺啊！危险？什么危险？还能是什么呀？肯定说咱们现在的处境呗。咱这没吃没喝的，你看胖爷我这一身膘，再隔几天都得撂这儿了。这减肥也没这么减的呀，这还不危险呀？不是这个。感情这些石头人都是玉矿的守门员啊！这玉怎么这么灵活？不是玉，更像凝固的树枝。这是琥珀，怪不得这么韧，刺他的心脏。金针，小心！
石碑里有夹层，这塞了这么多鱼友，原来这是个自动贩卖机呀！这么一个接一个往外跑，怎么根本打不完？无心，到，你留着吧，用这个。小哥，天真，你们看，这到底有多少夹层啊？原来是抓单，现在变成打团了。来吧，累死胖爷我了，本来就没吃饱，体力不够。这破玩意儿怎么还长眼睛，能认人啊？我也觉得太奇怪了，这东西攻击也太准了。不奇怪。又是啥？奶奶，怪不得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是西王母御勇的升级版。这不是普通的蛇，它们能感知温度。之前洞里面太阴冷了，所以它们一直在冬眠。照你这意思，是因为咱们点火把他们唤醒了？他们早晚会醒。小哥说的没错，就算咱们不点火，咱们的体温也能把他们唤醒的。如果再饿几天，咱们彻底没了力气，就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了。又来！天真，你带炸药了吗？老子要炸死这帮王八蛋！我只有潜水装备，哪来的炸药啊？天真，我怎么觉得这鱼友越打越快啊？咱们越打体温越高，蛇的速度就越快。这是谁设计的破机关？老子问候他祖宗是吧？小哥你出来了。但你祖宗太不厚了，真的。不行了，这么打，累死他们也打不完。不能按照这样想法来，得逆着他们走。去夹层。那不是往贼人窝里闯吗？闯天窝都比夹击强，万一夹层有出口，咱们就有救了。这火把撑不了多久。夹层里的狱友应该没剩几个，走。天真，当心点儿！威尔，小哥，你不能一直冲在前面的，我们帮不上你的忙啊。是啊，跟
打了半天白忙活了啊！合着闯迷宫玩呢？我说你们张家人有病吧？把路封死了，自己怎么出去啊？没错，只要是迷宫，就一定会有出口。张家人设计御俑的时候，一定是从里往外倒退着，放好了才离开，否则连自己都会困在里面的。有道理，那咱们退回去。走。这么多夹层，一条一条试，还没找到出口就被他们弄死了。哎，小哥，小哥，这边，你想起来了？感觉，你这感觉准不准啊？现在只能相信小哥了。之前在吊脚楼也是小哥有感觉，才能找到铁块的。得嘞，反正小哥也是张家人，在您家，您说了算。走。哎，小哥，两条路应该走哪一条啊？哎呦，小哥呀，你这人生导航也太不稳定了。我怎么感觉这些破玩意儿越带越多了？可能刚才火把烧完了，御俑又来了。小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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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哪儿了？又来，天真，你照顾好小哥，一定要把小哥活着带出去。走，别管我，带着小哥快走！胖子，快走！那你坚持住，走啊！小哥，我先带你走。天真，别管我，我出不去了。要走一起走。胖子，堵住出口！胖子，我先送小哥出去，马上回来接你。你相信我，我会带着你回去的，一定带着你活着回去。
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不是，还好，我没害死你。我带你回家。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觉得我能进入张家鼓楼？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你应该是。我们都知道张家鼓楼只有张家人进得去，而张起灵去过的地方，你真的去过。你不觉得九门在刻意培养你吗？九门培养我，就代表我能进得去吗？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，你需要去问九门的人。况且你能平安出来，不就说明你能进得去吗？我根本没有进入张家鼓楼，而且我也不是那个能进得去的人。在水下，我确实看到一座鼓楼，但鼓楼外有灵阵的保护。你之前派下去的人，就是在那里失败的吧？如果我当时没有破坏掉幻技，我也会死在那儿。你真的一无所获吗？按照你说的，你下了水之后就看到了张家鼓楼的顶楼，可惜没能从那儿进去。之后就被虹吸潮卷到了水下洞穴，然后从山体里逃了出来。吴邪，你刚刚说攻击你的那些狱俑，是不是跟西王母宫的一样？很像，但也不太一样。这些玉俑的表面是绿色的，质地很像琥珀之类的东西，而且玉俑里面能驱动机关的蛇，能感受人体的温度。
你们说的那个机关，应该就叫密骆驼。密骆驼，阿叔，你也听说过？我也是当年听你爷爷说的。机关里面的蛇，它的名字叫黑毛蛇。这种蛇在低温下会保持冬眠的状态，可是一旦温度上升，就会苏醒过来。当年你爷爷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在骗我，可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真的存在。如果当时我们不点火，估计也不会把这些东西唤醒的。福祸相生，要不是这些东西唤醒之后开出通道，恐怕你们也没办法从那洞里逃出来。这些机关一定是张家人设计出来，为了抵御入侵者。进入水下要寨，就会触发临阵，困在幻境当中。卷入虹吸潮，又会受到密骆驼的攻击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们选的路径一定是错的，否则的话，小哥作为张家人，在那里面待了好几天，一定能够找到入口。如果张家鼓楼里里外外都是密骆驼的话，那岂不是没有人能进去？哎，不一定哦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们进山搜索的时候，从你们身上找到的密骆驼碎片。我说你这盆里装的是什么呀？强酸？氢氧化钠，也就是强碱。这东西啊，一遇强碱就融化。也就是说，密骆驼其实没那么无敌。话是不错，不过光有强碱也没用。你想想，你们在水底闹腾了那么久，都没找到张家鼓楼的入口。你之前说你们是根据小哥身上的纹身逃出来的。小哥就是活地图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这活地图不是失忆了吗？我是说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像不像刚才的玉石洞窟？对啊，就算是麒麟纹身，他也只能把你们从密骆驼的洞穴里引出来，并不能让你们找到张家鼓楼啊。看来你二叔说的没错，那个呀，只是个防御机制，不是入口。进来吧。阿叔，您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您是不是早就知道张家鼓楼的入口根本不在那里？你们就别再瞎想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是你们刚才在分析的时候，我刚想出来的。奇怪了，怎么这么重要的信息没记下来呢？二爷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说三爷家有价值的资料怎么都不见了，合着都在您这儿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？你们几个能想到这儿来偷，别人就想不到吗？我是提前把东西给藏起来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吴家的地盘，我动了我三弟的东西，怎么了？阿叔，那三叔的资料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只是换了个地方，都在这儿，东西一样都没少。灯下黑呀，二爷果然高明。资料不在书架上，但还在家里。鼓楼不在水里，但还在山里。
我在湖底的时候，见过张家鼓楼的楼顶，也就说明，张家鼓楼的主体应该还在水里，而湖底又跟山体相连接，山里又有很多像迷宫一样的人为开凿的通道。如果说这些都是张家人设置的防护机制，那肯定有他们想保护的东西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张家鼓楼。你们这些小子，该发现的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二爷，您为什么这么不想让我们查？有什么好查的？从我爷爷到我父亲，一直都在寻找这个秘密。我的爷爷死在彪子岭，我的父亲虽然没有横死，但是最后他关照我们给他下葬的时候，一定要用铁棺，就是怕日后再生是非。可是现在我的三弟下落不明，你知道你的爷爷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吴邪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吴家再也没有一个这么干净的孩子出生。可是现在你却是卷入最深的一个。我到裘德考的营地里面去找你，已经违反了我处事的原则。九门的事情我可以不管，但是你，我不得不管。老板，那你为什么还花钱让我保护花爷呢？应该是他让你干的吧？是啊，他最在意的人就是你。我知道，他还偷了我家花盆。目送孤鸿出云外，黑白胜负无一失。这另一具尸的花盆就在我家。哎呀，其实这么多年，谢连环他还是想着你的。阿叔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吊脚楼的照片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吊脚楼？您就别装了。您能够花钱雇黑眼镜保护小花，又能从裘德考那里把我救出来，就说明我们一路的行踪您都非常清楚。这一路调查下来，我们发现最大的线索就断在吊脚楼。我一直以为这照片是他肩膀烧的，但他守护了巴乃这么多年，要烧的话他早就烧了。至于裘德考，他也想进入张家鼓楼，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烧掉这些照片。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你。虽然是老三希望你们接着查下去，但是我却不这么想，我怕你们重蹈前人的后辙。行，那我就不逼您了。等您想告诉我或者需要我知道的时候，您再说吧。好，这样，你们几个要做的事情，看样子我是拦不住了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当你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必须告诉我。二爷，这张家鼓楼里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九门这么多人，裘德考，还有他们的考察队，他们都拼了命的想要进去？你们不是已经查到了什么吗？我们只知道张家鼓楼的秘密跟长生有关。对，中国古代历代的帝王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秘籍。他们相信长生的秘籍就藏在古代方士的墓葬里面，于是他们就找了很多人实地勘察。在勘察的过程中，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些线索，这些线索会形成想法，当这些想法产生之后，与此同时，原本勘察计划的阻碍也就产生了，它就出现了。大家都不希望这个秘密被外人知道，尤其是他。在勘察的过程中，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些线索，这些线索会形成想法，当这些想法产生之后，他就出现了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勘察计划的阻碍也就产生了。又是他！你的意思是，当对长生秘密的勘察有了进展，
人们因此产生一些想法，他就出现了。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，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这是你的猜测，不过这个村子我很早就知道了，而且在村子里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当黑眼镜告诉我裘德考的队伍到了之后，我马上就带人赶到了这里，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凶险万分。我跟你们讲，胖爷我什么凶险地方没去过啊？这破狱俑啊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要不是因为我几天没吃东西，实在饿得打不动了，我也不会挂彩。哎，山妹好，别乱动。哎呀，这帮孙子，下手忒黑。哎，小哥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啊，我现在这样全是被你害的。之前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在床底下放个破铁块啊，那密骆驼洞里多的是。你说那玩意儿也不值钱，你为什么把它当宝贝啊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你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那个地方危险，千万别去送死。哎，我说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小哥，他记忆都还没恢复呢。有你在这儿呢，我怎么敢怪小哥呀？我的意思呀，其实是既然咱们已经知道这入口啊在山里，就乘胜追击，赶紧回去搜山。来，扶胖爷起来，我亲自去办出院。你就别嘚瑟，你伤口都没好呢，万一回到巴乃再出问题怎么办啊？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再说了，你不着急给小哥找回记忆啊？啊，你不急我还急呢。你看我这受伤了，都出来这么多天了，这云彩该担心我了。快点！不是，你真行吗？放心吧，我能行。现在知道疼了，谁让你不养好伤就跑回来？嗨，本来以为都好了，谁知道这还有点疼。没事儿，你胖哥我呀身体壮，这点伤跟玩儿一样。这还只是轻微感染，你要再严重一点，我们村里的小大夫根本就救不了你。我这不是惦记着你，怕你担心我吗？好啦，这次好好养伤，别再乱跑了，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啊。哎，站那儿，别动，懂不懂规矩啊？说来就来的，把这当自己家了。我说你们几个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老板知道你们回来了，想见你们。合作吗？我是有诚意的。这份帛书，我是真的。对，这只是我高价买来的复制品。拿复制品出来，算什么诚意？帛书里的内容你看得懂吗？能看懂一部分。上面指向的地点，好像就是这里。没错，帛书提供的线索就是这个地方。那还有什么价值啊？年轻人，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是这份乳黄帛书的来源。
你们追寻帛书这么久，有没有想过这份帛书到底从哪儿来的呢？你知道？其他的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手里这一片，据我所知是出自活的时间越久，知道的秘密就会越多。毕竟老九妹那一代里，目前还健在的就剩她一位了。怎么样，小三爷？现在我的诚意足够了吧？好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不过你的手下必须配合我的行动。那么，下一步行动是什么？搜山。喂，小花，我有个信息要告诉你。秀秀告诉我，说霍老太太家里有格尔木疗养院的录像带时，我就觉得她一定知道一些内情。毕竟在西沙失踪的，是她亲生女儿。裘德考有一点说的没错，霍老太活得太久了，她如果参与这件事情，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。你们经历生死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些信息。那老太太呀，可能早20、30年前就知道了。枪还是老的辣呀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看来得找秀秀帮忙了。让她从她奶奶那儿得到一些线索。好，有消息随时联系啊。嗯，好。那你呢？我呀，交代。这羊角山那么大，我们又凭人力，哪儿那么容易找到？你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那我就只能静待佳音了。你们几个先原地休息一会儿，养足了精神再继续找。好。还有多少水？还有一半。来，喝水。来了这么长时间，
第一次在这个角度看见把奶，这依山傍水的，比北京清静多了。这是我之前画的水下瑶寨图，你仔细看一看。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和地面上的瑶寨一模一样？还真是。你看这小路的交叉，这房屋加上篱笆的分布，一模一样啊！小哥，你神通广大的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啊？水底下那个瑶寨，就是原来的瑶寨。只不过遇到了天灾，湖水倒灌，把它给淹了。这老祖宗呢，就在相似的地方，按原来的格局又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这么高的相似度，除非在原来的村落淹没之前进行精确的测量。不过当时的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，谁也没有这样的造诣。话别说死，万一有高人呢？这样也说不通啊。因为根本就不可能。瑶族对原本村落的规划并不苛刻，这图上的布局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为什么要建筑一个一模一样的村落呢？那照你的意思，原来就有2个一模一样的山寨，只不过一个沉到水底下去了。但这样也说不通。如果在湖水淹没之前建造一个相同的村落，当地人一定不可能不知道。至少也会留下传说。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了，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，是不是也太奇怪了？除非有一些人或者一股势力阻止了流言的传播，刻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。什么？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麒麟啊？
而且这个麒麟，怎么跟小哥身上的纹身一样？很像。小哥，把你衣服脱下来，让我们再看一下。我画下来，对比一下。出来了，来吧，研究研究。真的好像啊！哎，你们看啊，这湖底的鼓楼的位置，正好是在小哥吊脚楼的位置上。对比身上的纹身，正好就是麒麟的眼睛啊！这样看来，至少能确定一点：小哥自己可能忘记了，但他跟张家鼓楼一定有很深的渊源。